你有没有发现，几乎每个漫威超级英雄和超级反派在临死前都会说一些话，所以也是经常被粉丝调侃为死于话多。但实际上，他们的遗言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可能在之前有些观众没有看懂其中的意思，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将列举12个最经典的例子，以便大家回忆和了解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第一，奥巴迪亚·斯坦，他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一个被击倒的反派，也是钢铁侠1中的主要对手。奥巴迪亚经常把自己描绘成托尼的终身朋友和商业顾问，但随着电影的继续，他明显对托尼在沙漠之旅中幸存下来感到不高兴。于是奥巴迪亚凭借钢铁侠的电弧反应堆技术，让自己也拥有了大型的装甲装备。随后为了夺回公司，他下定决心想要除掉托尼，不过最终死于话多。现在请注意奥巴迪亚的遗言。Trying to rid the world of weapons? You gave it its best one ever. And now, I'm gonna kill you with it. 其实这句话到现在来看有一定的预言性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就是托尼为了保护世界，一生都在努力创造更强的武器，但最终却被自己的手套所杀。第二，格鲁特，尽管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他只说了3个字，不过格鲁特通过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战士。当护卫队被困在一艘即将坠毁的宇宙飞船上时，格鲁特为了保护他们，从而在周围形成了一个茧来缓冲冲击。虽然他知道这样会杀死自己，但并没有就此退缩。当时火箭想试图阻止，最终格鲁特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这是一个团结和爱的强大时刻，也是对原始格鲁特的情感告别。银河护卫队的导演证实了，现任格鲁特是老格鲁特的儿子，这意味着牺牲行为是永久性的。第三，快银。2015年的奥创纪元为超级英雄团队引入了2名新成员，分别是旺达和快银。2人最初被设定为反派，但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犯下的错误后，于是在电影结尾加入了复仇者与奥创作战。虽然旺达后来成为漫威电影宇宙中越来越重要的成员，但复联2的导演证明了超级英雄并不总是安全的。为了保护鹰眼和孩子，快银在枪林弹雨中救下了2个人。当鹰眼看到他刚刚做出的牺牲时，这位年轻的超级英雄回应道 You didn't see that coming. 这既是对角色早期自夸台词的回应，也是对观众的点头，因为大家真的没有预料到这一点。第四，奥创。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是一部花费大量时间关注超级英雄傲慢的电影，尤其是托尼·斯塔克的傲慢。在以钢铁侠的身份取得胜利并成为复联的关键人物之后，托尼想建造一套保护世界各地的盔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意外地创造了一种凶残的人工智能奥创。奥创认为拯救地球的关键实际上是毁灭人类。在斯塔克和其他复仇者设法击退他后，新成员幻视被留下来，派遣最后一个剩下的奥创机器人。在幻视赞叹人类之后，奥创告诉他 You're unbearably naive. 幻视承认奥创声明的真实性，并承认自己是昨天出生的，然后永远地摧毁了奥创。但在此之前，人工智能给我们留下一个离别的镜头，这表明复仇者联盟可能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明智。第五，勇度。当勇度首次出现在银河护卫队中时，他被星爵描绘成一个无情、残忍和霸气的人物。然而到了银河护卫队2时，我们了解到勇度实际上是因为贩卖儿童而被掠夺者部落流放。不过当勇度发现彼得的真正父亲 Ego 最终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后，他并没有将星爵交给 Ego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挽救了星爵的生命。虽然他大半辈子都在隐瞒，但勇度确实是像爱亲儿子一样爱着星爵，这是他在自我牺牲的行为中承认的事情。 I'm sorry I didn't do none of it right. I'm damn lucky you, my boy. 勇度的英雄主义行为也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救赎，在影片结尾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光荣的掠夺者葬礼。第六，金钱豹。埃里克出生于瓦坎达，不过后来被父亲带到美国生活。他长大后成为了一名聪明凶猛的战士。由于亲眼目睹了世界的不公平，所以他试图通过夺取瓦坎达的控制权来重塑世界的形象。这最终导致埃里克和特查拉之间的对决。尽管特查拉勉强尊重表弟，但最终还是将其击败。为了完成埃里克的心愿，随后带他去看了一次瓦坎达的日落。当时特查拉甚至提出要治愈金钱豹。就在这时，埃里克说出了一连串的肺腑之言。Just bury me in the ocean with my ancestors that jumped from the ships, because they knew death was better than bondage.
虽然金钱豹是一个反派，但实际上也有非常好的观点，这也是他与其他反派不同的地方。第7，奥丁。奥丁与漫威电影宇宙有着复杂的关系，并且与索尔和洛基的关系也特别复杂。在雷神3中，奥丁被洛基剥夺了权力，并流亡到地球上。随后他意识到藏起来的女儿将要消灭阿斯加德。尽管如此，奥丁在最后一幕中还是展现出了许多智慧的观点。他强调了阿斯加德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一个民族，并要求索尔和洛基必须尽其所能来领导他们。当奥丁坐在悬崖上指着大海时，然后说 Remember this place. Home. 随着奥丁的离去，索尔也从此接替了他的重担。第8，洛基。在奥丁去世后，洛基从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变成了一个英雄，但这一切在复联3刚开始就结束了。当他用完了自己的诡计，发现还是没有对灭霸造成伤害，于是放手一搏，拿起魔法刀刺向他。不料这点小心思早被灭霸看透，可怜的洛基没有更多的选择，也没有更多的花招，只能无助地看着灭霸勒死自己。最终他说了一句遗言：You will never be。当然，这是洛基想试图伤害灭霸的自尊心。但讽刺的是，由于拥有6颗无限宝石，灭霸实际能被称得上是一位神。不过在复联4，漫威告诉我们，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洛基在宇宙中穿梭。但就算如此，最原始的诡计之王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第9，卡魔拉。委婉地说，卡魔拉的童年很艰难，因为灭霸不仅屠杀了他星球上一半的生命，而且还收养她作为自己的女儿。在多年的残酷训练和无情的操纵下，他只有离开灭霸，加入护卫队，才能打破痛苦的命运。可悲的是，当父女在复联3中再次相遇时，他所有的痛苦又涌了回来。通过红骷髅，灭霸了解到，如果想要得到灵魂宝石，那就必须牺牲自己所爱的东西。起初当卡魔拉看到灭霸眼中的泪水时，他觉得是因为灭霸从来没有爱过人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举动。然后卡魔拉才意识到，他是在为自己而哭泣。This isn't love. 于是灭霸含着泪水把女儿扔向了死亡，最终他成功获得了灵魂宝石。这也证实了灭霸确实以虐待和扭曲的方式爱着卡魔拉。虽然卡魔拉已经死去，但幸运的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他，因为卡魔拉在2014年版本仍然活着。第10，幻视。虽然一个是机器人，一个是人类，但旺达和幻视依旧选择在美队3和复联3之间坠入爱河。由于他们作为局外人的共同经历，这对夫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然而两者却在复联3中被拆散。为了从灭霸手中拯救宇宙，幻视要求旺达摧毁他头脑中的心灵宝石。经过一番解释，旺达终于答应做这件不敢想象的举动。在打碎心灵宝石之前，幻视低声说出了遗言。幻视不仅愿意死，而且还愿意宽恕和安抚旺达。第11，黑寡妇。黑寡妇实际上是一个一直寻求救赎的女人，正如她所说的 I got red in my ledger. I'd like to wipe it out. 当在复联4中被派往沃米尔星时，黑寡妇终于看到了彻底消灭红色的机会。她主动提出牺牲自己，以便复仇者能够获得灵魂宝石。但是娜塔莎最好的朋友鹰眼也有一些罪要救赎，两人最终为谁将做出牺牲而战。当克雷特为救娜塔莎做最后的努力时，黑寡妇要求他放开自己，并说道：娜塔莎可能是最初6个人中第一个死去的，但这是在她的请求下，而且还有明确的账本。第12，灭霸和托尼。复联4主要讲的是团队中幸存下来的成员穿越时空去偷无限宝石，从而来试图消除复联3中发生的事情。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中，复仇者已经成功扭转了灭霸的命运，但他们发现将要与一个2014年版本的灭霸战斗。当战斗快要结束的那一刻，灭霸似乎又要赢了。他宣布道 I am inevitable. 然而当他打响指时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因为宝石被托尼偷走了。就在下一秒，漫威电影宇宙的神说出了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Iron Man. 托尼打完响指后，灭霸也随之消失了，但宝石的力量对托尼的肉体来说伤害太大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神也倒下了。他们交织在一起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，当一个不情愿的英雄愿意为他人的利益做出最终牺牲时会发生什么，以及当一个傲慢的反派相信自己的正义时会发生什么。你还知道有哪些比较有意义的遗言吗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见。